那你今天去找景雅，景雅承认你们的矛盾是因为这次欺骗事件而升级的吗？是不是因为这次欺骗事件造成你们的关系恶化，直至离婚？我是这么问的景雅，她回答就仨字儿，还加一个问号。你说呢？然后呢？然后就没然后了，就是以前那些车轱辘话了呗。也就是说，可能是因为这次欺骗事件伤害了景雅，导致了你们婚姻的破裂。江小美，你能不能别老说欺骗这个词儿啊？我就是撒了一个谎，撒谎和欺骗是有本质区别的，好吧？欺骗这是恶意的，是贬义词；撒谎总有无奈和善意在里边吧？你不懂，你不懂啊！在女人的词典里，欺骗和撒谎这两个词儿是一模一样的。哦，文学创作是对各种情绪、情感的体验和表达。有人讲，再美好的快乐，也经不住遗忘；再深刻的痛苦，也抵不过时间。用老百姓的话讲，现在很痛苦，刮一阵风，下一场雨，再回头看看，会发现那都不算事儿。过眼云烟，既是云烟，何必纠缠？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难。怎么说的乱七八糟的？中年男人的困惑，个人感受。人生就像一盘棋，愿为兵卒，行动虽慢，但绝不后退。特瑞莎修女是这样说的：最美好的一天是今天。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说的：扔掉过去，珍惜瞬间。尽管很难，但要坚持。你想说，你孤坐街头，沧桑凄惨，跟没了魂儿似的。学人能看出我前心贴后背了，把你的宵夜给了我。他怎么形容的呀？说我像丧家犬还是流浪汉？那倒没有，他就是挺心疼你的。哎，白志勇，看来你也是人前人后两个人呢，在我们面前的那种坚强，强弩着的吧？啊，嘴硬先生。先别说我了，说你。你想后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想坚持了。我决定了，暂时退出我们的颠覆三人组，回家待一段时间，多陪陪林想。先别投降啊，至少也得曲线救国吧。等久了吧？啊，走吧，健身去。怎么了？哎，这两个人哭丧着个脸，跟苦瓜似的，发生什么事了？黄九恒想退出我们疯狂三人组，说回家陪陪林想。哦，也对啊。对啥呀？我认为，林想在检察院放出来之后的情绪失常、惊恐失措，就是想把黄九恒留在身边的一个借口。在看守所就关了9天，至于这样吗？林想肯定是故意的，这绝对是一种伎俩，想把男人留在身边的一种伎俩。白志勇，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什么叫伎俩？林想跟我之间犯得着用伎俩吗？我用这个词儿，是为了把这件事儿说得更清晰、更明确。再说了，你怎么知道他这种表现不是装出来的呢？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阴谋诡计呢？白志勇，你不要把别人想的都像你这么阴暗。被警绳绊了一下，就怀疑所有的东西都是毒蛇，你这说话有点难听了啊！我说的这起码是50%的可能性吧。林想很尊重你，请你也尊重林想。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你有病啊！你才有病呢，愚蠢病！我告诉你，黄九，
女人做错了事儿，总会不由自主、不自觉地用一些小伎俩来让男人原谅。这么低劣的苦肉计都看不出来啊！瞎子，愚蠢啊！没错，你就是愚蠢。你在你老婆的脆弱和眼泪中，在扮演愚蠢的角色。愚蠢就愚蠢，我就是愚蠢。你聪明，你机灵，你是我大爷，行了吧？你看，说着说着就急了，这傻帽啊！瞧你这操性！我要是他，我也急。黄九恒之所以生气，主要是你老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教训别人，你老把自己当成一个聪明人，把人家都当成傻帽。这老黄再宽容的人，他也是一个7尺男儿，经不起你这么蹂躏。从我们仨一开始成为朋友，做任何事儿有任何建议，这个黄九恒永远在后边扯后腿说怪话，我早就快烦透，怎么就这么固执呢？再是个名人，不也还是个厨子吗？我就觉得他鱼头鱼脑的，傻蛋一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白志友。你怎么就不能理解老黄的这种想法呢？坚持自己想法的人有什么错吗？坚持和愚蠢之间，只有一条很细很细的界限，容易看不清楚，容易模糊，懂吗？这就是典型的抖机灵。你老觉得自己是一个聪明人，那我也告诉你一句话：这聪明和小聪明之间的界限更模糊，更看不清。这小聪明和愚蠢之间呀，基本上就没有界限。是吗？是妈，还是奶奶呢？白志勇，你哪儿都好，就是爱自以为是，确实是让人讨厌。哎，你看，你现在这个表情，真让人讨厌，我都想抽你我。好，那我换一个表情行了吧？不是你老冲我使什么劲啊？我这不也是好心吗？我是怕黄九恒真回了头，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行了，先别说了，约见黄九恒，解决你们俩的矛盾。我还是决定退出。你还是决定坚持你的愚蠢，不可救药。白志勇，你能不能不要再用“愚蠢”这个词儿？这2天你已经骂了我好几次愚蠢了，你他妈有毛病吧？哎，干嘛呢？我刚给你们调解完了，你们怎么又来了呀？你们是不是打算累死我这个人民调解员呀？白志勇，我得说你啊，你看你现在脸上的表情，又来了，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你怎么老说我的表情啊？我表情怎么了？我这是无奈啊，应该是无奈的表情啊。我发现你这是典型的挑拨离间、火上浇油啊！你什么人民调解员？你人民挑事儿员吧？我昨天白劝你了，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我说话是有点难听，可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道理。我说话狠了一点，就是想强调、想刺激黄九恒。我就是想刺激黄九恒这种面了吧唧、黏黏糊糊的大面瓜。你瞧他那样，啊，皱着个眉头，假装思考，实则愚蠢。你再说愚蠢，你再说一句愚蠢，我听听。愚蠢，你就是愚蠢！你已经深深地陷进愚蠢这坨屎里边了。我知道你善良，可是他的确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还同情他干嘛？你现在应该同情的是你自己。他和黄小磊的生父那天晚上出的事儿，是强奸吗？是强奸吗？你跟我说。哦，喝多了酒就上床了，上床就生了一孩子，这属于道德败坏吧？啊，他为什么不跟你说呢？10年了，为什么一直不跟你说呢？我告诉你，你老婆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把她当家里人看。我打死你！哎，
我让开！哎呀，白志勇，你听好了，你再敢说理想一句，我拿刀剁了你！活该，打得好，我都想再加上2脚踹死你得了。老白，你怎么能对人家黄九恒说强奸这个词儿呢？你不挺懂事儿的吗？怎么那么二啊？比我还二，真该把你那破嘴给你缝上。你攻击林想确实是过分，你说是为了帮助老黄解脱，把自己扮成混蛋。你以为你聪明啊？起码比他聪明。这个死厨子太不知好歹了，居然打我！到现在一说话嘴还疼。我跟你说，蓝天宇，也就是这几个月，咱们难兄难弟混得跟哥们儿似的，要不然我早还手了。行了吧，你就别嘴硬了。就你那少爷体格，你还跟人家动手呢？人家老黄是干什么的呀？那是抡大勺、耍菜刀的厨子，每天免费练臂力。老黄抡我那一下没过程，身体在空中飘了一下，一眨眼我已经靠在墙上了。你还还手？我都看见了，脸色惨白，直喘气，跟个无辜儿童一样，那眼睛里面全是惊恐，就差举手投降喊救命了。你放屁！行，咱也别忍着了。我还真想亲眼看看白志勇被打后的画面。你想啊，这么骄傲的一个人躺在地上，鼻口窜血，惨烈啊！有完没完？有完没完？我就说了，你不能把你老婆当家人看，她就急了。是，强奸那词儿我是说了，那不是话赶话就那么赶出来了，嘴一秃噜就秃噜出来了吗？白志勇，再次提醒你，把你那个流氓无赖样收敛一点。再怎么着，人家也是睡在一张床上的2口子，是不是？没错，老黄不像我。对我你说这些也就罢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可老黄本来性格就内向，本来就轴，一根筋。我知道，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想刺激他，强刺激。一个人如果对你做了一件卑鄙的事情，以牙还牙是为了能够获得解脱，这不是报复，这是平衡，平衡懂吗？是为了帮助黄九恒，让他心里平衡。瞧你张牙舞爪那样儿，是挺烦人的。谁烦人？你才烦人呢！没有考虑他的自尊心，是我不对。可我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理啊！一天到晚虚头巴脑的说能原谅自己的老婆，他真能原谅吗？我就不信。还有你，你是最早喊出原谅你老婆口号的人，结果呢？现在呢？你不也出现反复了吗？白志勇，你有病吧？你怎么又开始攻击我了呢？操蛋！我真没发现你是这么操蛋的一个人。我就这么操蛋，怎么了？因为我不会假模假式说那些虚话、套话、假话。你是在说我吗？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吗？我就是说你，你不是说你最瞧不起那种端着架子、心口不一、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装腔作势的人吗？行了行了，你不用再形容了。我说假话套话，我不说行了吧？啊，我就当没你这么个朋友，你自己一个人说真话吧。来，蓝天宇，你站住！你站住！你威胁谁呢？一个人怎么了？一个人怎么了？一个人好，哥们儿就喜欢一个人享受孤独，省得天天看见你们这些傻子。好啊，那我祝你孤独，并且长命百岁，孤独到死，死了都没人埋你。你干什么呢？怎么又跟老蓝干起来了？
还天天说人黄九恒愚蠢。我每次都降低对你智商的期待，可你总能跌到下一层。我这不都是为了他们好吗？啊，这两个人前后脚劈头盖脸的，一个把我打了一顿，一个把我骂了一顿，怎么了？我欠他们的呀。他们俩就是一个王八蛋，一个神经病。你既是王八蛋，又是神经病，天天用那些不负责任的反动言论高声叫喊着。你不知道人人都要面子，都有自尊啊！瞧你这德行。你跟黄九恒就都是这种人，死要面子活受罪，活该。真话都听不了的人，还活个什么劲啊？白，小男人样露出来了啊！你跟人小美嚷嚷什么呀？你再把她嚷嚷跑了，你就真没朋友，真成孤家寡人了。他呀是刚被人打了一顿，又被人骂了一顿，现在就是疯狗一条，逮谁咬谁。你瞪什么呀？瞪我也得说呀，你就是一条疯狗，赖皮狗。你再这么发展下去，就是一条死狗，一条死了都没人埋的死狗。江小美，你骂我骂顺嘴了是吧？我告诉你，要不是欧小欧拦着劝我，我拍死你，你信吗？我不信，我骂你怎么了？你就是欠骂，骂你还是轻的呢，就应该把你剁吧剁吧喂狗，狗还不一定吃。我真想抽他，你信吗？不信。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刚拿走换洗衣服吗？什么意思？这也是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吗？你喝大了还是吃枪药了？谁又惹你了？对不起啊，不是冲你，我跟白志勇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你们俩不是勾肩搭背的生死哥们儿吗？别说了行吗？我都后悔死了，后悔把这种人当哥们儿。什么人呀？垃圾，流氓！我怎么这么弱智啊？弱智到把这种人当朋友。你是想让我劝劝你，还是想让我不说话？我想让你陪我喝点酒。白志勇，你天天摆出一副委屈的不得了的样子，怎么了？不就离了个婚吗？一个大男人怎么就变成一个怨妇了？就你那点破事儿，至于这么小肚鸡肠吗？这是夫妻之间的正常矛盾。说到底呀，就是夫妻双方不同步，老错着位。对，丈夫想存钱，妻子想花钱；丈夫想坐着，妻子想躺着。对，妻子想逛街，丈夫想打牌；妻子希望在这个时间吃饭，丈夫想在这个时间拉屎。欲望的不同步，矛盾自然会产生，痛苦也就来了。你们这不是挺明白的吗？这是煎熬吗？这是缠绵，这是一种生活气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打情骂俏，是炊烟袅袅，万家灯火。全世界的夫妻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你特别吗？啊？你没有地球人的心和肺啊？你是 ET 吗？你是外星人吗？你是上帝吗？如果你怕这种矛盾，那你就别结婚，自己嫁给自己，耍着横，耍着光棍过日子，没准儿还有人夸你潇洒呢。白志勇，谁都不可能轻易的向对方妥协。夫妻矛盾是一种自然产物，怎么能是痛苦呢？说完了，二位知心大姐，我终于能插进话来。你也承认这个自我，对吧？嗯。那好，那么我这个自我认为这个矛盾痛苦，你这个自我认为这个矛盾不痛苦，可我总应该有痛苦的权利吧？
为了让自我们尽快的从痛苦郁闷中解脱出来，让家庭乃至整个全社会安定团结，贬低一下对方没什么不对吧？这是为了给他们泼冷水，让他们清醒一下，故意把话说得严重一些。你不是也说过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吗？我能理解白志友。你没事儿吧？他说话这么难听，把黄九恒的老婆都说成一个阴险毒辣的小人了，你居然能理解？当你面对的是你最亲近的人，当你面对这个人很难做出选择的时候，就得用最狠、最极致，甚至最难听的话扎你一下，帮你做出判断和选择。就像你和我，你可真能联想，这事儿你都能联想到咱们俩身上了。行，那你说说咱们俩怎么回事啊？愿闻其详。举个例子，就说当初我跟那个教练，不要再说那个教练，好吗？秦风，我不提这个名字，是不想刺激你。没事儿。我现在特别希望你多提这个名字，不用回避，提多了也就没那么刺激了，也就习惯了，有了免疫力了。这样呢，让这个名字在你我的嘴里，在我的脑子里，尽快的变成历史，成为过去，好吗？说，秦风，说，秦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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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秦名风，说，秦风，怎么了？秦风的事儿，秦风，出来以后，我主动跟你提出来，你要是想离婚的话，我可以同意离婚。可实际上，我并不是真想离婚，我就没想过离婚，我也不敢离婚。但是，我必须用这样的最狠、最极致、最难听的话扎你一下。我怕你想离婚又不敢提。另一方面呢，也是要用这样的话刺激一下我自己，让我自己能做出一个清醒的判断和选择。你明白吗？人才啊，上官晖，你真是个人才。女白智勇，无知无畏加丧心病狂加无耻无赖加他妈找抽。黄九恒的反复和犹豫太能理解了。过日子怎么可能没有磕磕绊绊的？两口子同在一个屋檐下，怎么可能全是愉悦和开心啊？这是猫和狗都能明白的道理。这是但凡有点智商的人，结婚前都应该想明白的。就跟你们都结过婚似的。我问你，当这种无解之痛的比例远远大于你获得的快乐的时候，你怎么办？没有怎么办？享受了婚姻的爽，就得承受责任的痛。爽又不能爽，痛又不能忍，所以我离了婚。我真替你前妻庆幸。我要是景雅，我也离。我去，你能不提他吗？你说人家黄小磊的生父没有强奸林想，那当时也没有人强迫你结婚啊。你看你这副不负责任的德行，也没人愿意强迫你。
你今天特别不可爱，的确像个无赖。没词儿了吧？想反驳我们的词儿呢吗？反驳个屁！赶紧结账走人，我们还做生意呢。我的词儿想出来了，别说话，说完我自会滚蛋。作为一个俗人，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层层的压力，压在我肩上，我背上，压得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活得像乌龟，像蜗牛，就不像个人，会累，会烦，于是就有了痛苦。有了痛苦，不仅仅折磨自己，还会去折磨他的朋友和家人。少一点责任呢，这种折磨就会少一点。这叫科学的生活。现在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允许人们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硬逼着自己去负这种不想负的责任，就是最大的不负责任，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所以你离了婚，所以你找到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自由和洒脱。总结得好，准确，准确。哎，别走啊！没词儿了吧？我觉得老爸有点神魂颠倒。3天了，每天都回来擦地板，今天擦了3次了。说我们吧。是啊，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没什么事儿。肯定有事儿。黄九恒就不能把那些事儿告诉我和我妈吗？把嘴闭上。做作业。林想，不好意思啊，堵车迟到了。老黄呢？我还以为黄九恒也来了呢。我叫他一块儿来，他说他今天加班。那个，林想，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那么说的，确实是话赶话，顺嘴吐了出来的。没过脑子，我这人……你们之间到底为什么闹得不开心？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他跟你说了什么，我也不想听。你们男人之间的事情，我不插手管的。但是这几天，老黄除了上班就是在家待着，满脸的郁闷。没有你们前一阵子在一起疯的时候，精神头足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还能和你们一块玩，他还能开心一点。黄九恒，他真没跟你说我们为什么闹矛盾？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没见他笑过。当然，他有过笑的表情，但那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是那种为了我、为了孩子挤出来的笑，装出来的笑。那种笑里充满了责任，还有义务。说句心里话啊，我看着挺难受的，真的，看着挺难受的。我想过，哪个男人摊上这种事情，都会受不了的。尤其是黄九恒，他痛苦的方式，是憋在心里的，藏在心里的。我真担心。他有一天扛不住，
崩溃了。尽快和他和好吧，带他去疯，带他去玩儿，只要不当着我的面儿，你怎么骂我，怎么损我都没关系，只要老黄心里能舒服点儿，好吗？不好意思，我在这儿丢了一样东西，一个棕色纯皮的钱包，带拉链的，里面还有一张工商银行卡，还有200多块钱的现金，是这个吧？谢谢。我也经常走神儿，愁苦开始到现在。已经丢过2次手机，1次钱包了。为什么说愁苦？不是说不屑于跟我和小欧这样的人做朋友吗？怎么又臊眉打眼的回来了？不愿跟你们这些傻女子一般见识。3人颠覆小组，就剩下您白大组长一个人了，孤家寡人了，没人陪你玩了，郁闷郁闷也是很正常的。那，送你一瓶郁闷的小酒。怎么了？想跟那2只鸟和好啊？其实呢，是林想主动找我，让我再帮帮黄九恒，让他尽快快乐起来。否则以我这暴脾气，我才不愿意搭理他们。俩他妈傻子！我最讨厌的就是跟这种没有智慧、没有胸襟的人交往，累。烦，少拿林想说事儿，没人给你台阶下，你也别站在那儿东张西望的等机会了。你费心给自己找把椅子坐下吧。坐着呢。再说了，我这种人需要找什么台阶吗？我做人的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就生气。这是什么？素质。还有，他们俩那么骂我，那么挤兑我，考虑过我的自尊心吗？哎，你劈头盖脸、酣畅淋漓地骂人家的时候，你考虑过人家的自尊心吗？现在又舔着脸考虑自己的自尊心，公平吗？哎，主食你想吃什么呀？面条还是饺子？都行。这大周末的，你就在家待着，不出去玩了？你不是说最近不想多跟我见面吗？啊？对，玩的根据地没了。你少招我啊！对了，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能不能去趟白志勇家，把我那些洗漱用具和换洗的衣服给我拿回来？我去，你觉得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有那么贵气吗？不是我贵不贵气，是你拧巴，居然想让我去白志勇家给你拿东西，那我还不如去超市再给你买一套呢。哎，蓝天宇，你真不打算跟白志勇交往了？说不定啊，人家就是嘴不饶人，心底善。你这样不怕人家说你小心眼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叨叨了，碎嘴老太太，我不麻烦你了还不行吗？我自己想办法。矫情。在外面受了气，回来跟家里人
撒泼打滚、恶语相向。你不是一直都觉得这种人很没劲、很没教养吗？你不是一直都鄙视这种人吗？行了行了，我怂了，我错了，行了吗？江小美，白志勇把我东西送过来了吗？还没呢。你看你，求你办点事儿怎么这么难呀？哎，你是不是就没给姓白那小子打电话呀？老大，我打了，他还没来呢。哎，来了，姓白那小子来了。东西送来了啊，轻点放，摔坏了你赔得起吗？破衣烂衫，还不够我油钱呢。谁让你送的？贱不贱啊？哪个贱人非要住在我家里啊？我嫌占地儿。你的无耻让我心痛。等等等等等等，我有点不太适应啊。你们俩的对话，干嘛都看着我呀？我是翻译呀。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们说的都是中国话吧？互相看着说，啊？看他，我怕脏了我的眼。你看，你看，你看你那德行，劲儿劲儿的，讨不讨厌？懒得搭理你。行了行了，不要脸！上官慧，哎，咱家还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影碟呀？影碟？啊，太古老的东西了吧？哪儿还有啊？以前那些好看的片子，你不是都送同事了吗？哦，没朋友了，孤单了，想看电影了？你不是说最近全世界拍的电影都不好看吗？那我陪你聊聊天吧。行，聊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省得你说我孤单。孤单，也是我最近的感觉。秦风那件事儿，伤害了这个家，也伤害了你，把我们原本温暖的家庭搞得乱七八糟的，是我不对。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最近啊，情绪不好，处女急，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事儿。哎呀，主要就是因为跟白志勇这个王八蛋闹翻了，心里烦。白志勇这个事儿吧，你应该这么看。在你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哥们儿当中，有几个人能像白志勇这样的？你整天吃住在人家家里，说话口无遮拦。白志勇呢，还得绞尽脑汁，想尽办法，给你出主意，让你开心。像咱们家出了这种事儿之后，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个茶余饭后的闲聊八卦。没人会真为你着急，但是白志勇会。你这次跟他闹矛盾啊，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就是那个性格，可以原谅。性格，也许吧。地擦完了，衣服洗好了，明天早上的粥也都熬上了。把这碗红枣粥喝了，你赶紧睡觉。
我把玻璃都擦了，我也去休息。哎，哪有大晚上擦玻璃的？你别折磨我了，行吗？我知道你烦，知道自从你和白志勇打架之后，你心里别扭。可是你这疯狂的做家务活管用吗？白志勇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他要如果不是讲义气，不关心你的话，他也不能骂你。能骂你的就2种人，一种恶人，一种朋友。你应该理解他。可问题的关键就是，他骂我也就算了，他骂的不是我，他骂的是你，他还骂得那么难听，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他是站在你的角度替你骂的。有一个朋友不容易，别轻易的失去了。起码白志勇他不是个坏人吧？什么是坏人？每天上蹿下跳、张牙舞爪的，全世界他最能耐。我告诉你，我现在想起来我还生气，我还想抽他。你还笑？最起码人家心里想的，嘴上就说出来了，也没掖着，也没藏着吧？你喜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的人啊！上次吵架，你又提到要跟我离婚的事儿。你说，那种说法是对你的一种刺激，强迫你去选择和判断。那过了这么长时间，你想明白了吗？此时此刻，想明白了吗？还想离吗？此时此刻，不想离。我没勇气离。其实我们3个人成为朋友没多长时间，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有一种特别失落、特别伤心的感觉。敢承认这一点，就说明你还有点人性。行，在你嘴里，我终于从狗变回人了。能跟你这个刺儿头成为朋友，是需要很多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长时间混在一起的，天天跟你吃吃喝喝的人都能成为你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不遮掩、不客气的一种坦诚。是啊，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我们3个人是怎么迅速成为朋友的？彼此不加遮掩、掏心掏肺的朋友。除了我们3个身上有着相似的经历，还有一种共同的味道。对，味道。我们3个刚认识的时候，我就能从他们身上闻到朋友的味道。能把自己家里的隐私透露给对方的朋友，肯定是不多的。所以啊，不要再拿这种事儿去伤害对方。白志勇，我知道你要面子，死要面子。可是，在真正的朋友面前，说句软话，有那么难吗？你跟杨天天说啊，把这第4道菜给我换了。好，我对原材料不满意。好，明白。去吧。好嘞，师傅。老黄，马上呢。九啊，我想沟通一下，行吗？
我跟你沟通得着吗？拒绝沟通。至于吗？又不是什么喋血之仇、杀妻之恨，啊？哥们儿都厚着脸皮主动来找我，那你再厚着脸皮主动离开呗。不至于吧？瞧你那狗怂表情，都是喝自来水的糙老爷们儿，装什么饮纯净水的贵族啊？怎么着，咱俩还一人一把剑，出去决斗一下？滚啊！你要再讽刺我，我再打你孙子一顿，你信吗？听不出好赖话来了啊！这是讽刺吗？这是幽默。再说了，今儿我过生日，我生日你好意思打我吗？嗯？我打你就打你了，我还挑日子啊。黄景恒，我告诉你啊，哥们儿要不是打不过你，我早跟你翻脸了。废话，一会儿出去吃个饭去，换衣服，上个脸。什么你个屁股，有脸吗？滚蛋！黄景恒，在你的地盘，当着你徒弟的面叫板拔粪是吧？行，你个大傻蛋，哥们儿捧你的场，给你面儿，我管枪吧。看什么看？干活！哎呀，可怜的白志勇啊，今天是他40大寿，被你给臭骂了一顿。我觉得呀，你还是应该跟他好好聊聊，毕竟人家都低三下四的登门谢罪了。跟这种混蛋有什么可聊的呀？张嘴就骂人，我做人是有底线的，我绝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不至于吧？这应该不属于人品问题吧？更谈不上什么邪恶势力。你把白志勇当黑社会，还真是高抬他了。怎么就不能坐下来沟通沟通呢？毕竟是朋友嘛。曾经的朋友，过去的朋友。举行一次3方会谈吧，谈不通，再扔掉这个朋友也不迟。好想来了。都迟到了，他还晃晃悠悠、牛皮哄哄的，我怎么越看他越烦呢？现在连看他走路的样子我都烦，跟个鸭子似的。息怒，息怒啊！哎，怎么回事，白志勇？今天你们仨谈判，这种事儿都敢迟到啊？你可以去调查。路上堵车了，3车追尾，堵死了。我不是故意迟到。行，我们暂且相信你的解释。坐呀。你光看着我干嘛？他们2位还在呢。坐好了。你们好。你看，你看，我可是主动向他们问好了，他们都不搭理我。你再看看他们脸上这表情，7个不服8个不忿的，这什么态度啊？有诚意吗？能聊不能聊？没诚意聊，我走了啊！干嘛呀，白志勇？装什么硬汉呀？你走啊！你走了，你看我还管不管你们的事儿？谁装硬汉啊？你看清楚，是这俩小子在装硬汉，好吗？你给我站起来！老黄，站起来！黄九恒，
我让你站起来，没听见啊？好啊。我现在呢，就是足球场上的裁判员。白志勇，跟老蓝和老黄热情握手，说对不起。老黄，过分了啊！我再等2秒钟。你要是再装大尾巴狼，老子掉头就走。我他妈一辈子不认识你。互相说对不起。说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啦，台阶给你们铺好了，你们也自己下来了。接着聊，别在我这儿聊啊，去白志勇家聊。上半场结束，我已经安排好了，下半场，欧小欧继续做你们的裁判员。酒水自备啊！我先说明，既然大家能坐下来谈，就说明还有沟通的可能。我有言在先啊，能谈就谈，不能谈就散，绝对不能再吵架，更不能动手。好，那我先保证，不会再说刺激大家的难听的话。我也保证，绝不冲动。我先发言吧。前些日子，我整理我的通讯录，我发现我的通讯录里总共583人。这500多人，也就是我这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关系，所有认识你的人，并不多呀。这段时间呢，我们3个不再来往。我除了上班，每天就在家发呆瞎琢磨，拿着计算器算了算。其实，一个人活着，从小到大，从生到死，跟你擦肩而过的人，在你眼睛视网膜当中停留过的人，能让你记得住的，能让你觉得面熟的人，全部算起来，不超过2000人。这2000人里，还包括你几百名的徒弟和学生，普通人还到不了这个数字。还有你认识人家，人家不一定认识你的。你是想说，你的朋友比你想象的要少？我是想说，缘分，朋友，我们仨能成为朋友，是偶然，更是一种幸运。我们真的要珍惜这种幸运。其实，在跟你们俩闹别扭的这段日子里，我一个人在家待着也特别无聊，老想着出去找朋友聊聊玩玩。后来才发现，
大多数时间也就是跟小美、小欧这2个新认识的朋友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种说法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朋友真的到用的时候太少了。二位，因为我的混蛋伤害了你们俩，不管你们未来是不是会继续拿我当朋友，我首先要说的是，对不住了，哥们儿，给你们俩认个错。白志勇，生日快乐！生日不快乐，生日是昨天，一个人憋在家里生闷气。你不快乐没关系，我们给你补快乐。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出发野餐。我就不去了，我还要回去跟主裁判汇报，3方会谈圆满成功。不能跟老太太说说吗？往卡里打钱，这每个月都往那儿送现金，太麻烦了。老人看见现金，心里踏实，我不嫌麻烦。你就别阴这个脸了，你这是在做好人好事儿，怎么感觉好像你做错了什么似的？老规矩，有空啊，去买些生活用品，还有吃的喝的什么送过去。知道了。既然和好了，咱们就不谈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了，对不对？对，不谈了啊，咱谈点往前看的事儿。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再商量商量，怎么再继续咱们的重生计划。我还是想反对你。哎，说了不带急眼的啊！我觉得咱们这个颠覆啊，能不能停一停？你先别瞪我。你想想咱们干的这些事儿，染头发、穿潮服、跟年轻人厮混、快闪，明白，这些行为都傻愣傻愣的，对吧？有点进了死胡同了。我也在琢磨，用这种花里胡哨的方式去改变自己，行不行？是，我也承认，是有些不太见效。可是有了条件，有了机会，就要试着去尝试去做。坐在沙发里舒舒服服的去空想，是不可能改变的。重生是一条荆棘之路，有了行动，否定了行动的效果，也是一种进步啊。起码你知道这种方式不行，做了就是改变，没做就会后悔。尤其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到了未来老的都折腾不动了的时候，你就会后悔，你就会恨自己，恨自己放掉了那些机会。最后这几句是我们家老爷子临终前躺在病床上跟我说的。
既然你把老爷子临终前的话都搬出来了，那我们就再陪你试试。别勉强，要完全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没离婚的时候，我天天担心白志勇。我担心他是不是又喝醉了，被人欺负了，或是去欺负别人了。我还担心他整夜不回，是不是身边有别的女人了。当你一次又一次睁着眼睛想到天亮的时候，你心里只剩下2个选择：要么崩溃，要么离婚。我跟白志勇毕竟是初恋，一个男人在你身边待了10几年，折腾了10几年，要忘掉他真的很难。人不在身边，可影子还在。孤单、迷茫、空荡荡。我就是想把这事儿查清楚，也没想怎么着，既没想报复他，也没想跟他复婚。我就是想知道，我这个婚姻到底是怎么死的。啊，你跟我分析的那几个离婚的理由，我觉得还是因为2年前的那次流产。你不也说了吗？你跟你老婆的关系从2年前那次流产之后就变得紧张起来了。我是很想要那个孩子，是他不想要，说我不成熟，太贪玩，太放纵自己，还没有做好一个当父亲的准备。他说他也没做好当母亲的准备，他是坚持要打掉那个孩子。当时他说的头头是道，我也觉得挺有道理的，就糊里糊涂同意。真巧啊！是啊。像这么僻静的地方，应该是老人和孩子喜欢来的。像你这个岁数，经常在这儿出没，我估计也是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无处诉苦吧。咱们年龄相当，如果没有猜错，我们应该是为同样的事情愁苦郁闷吧？应该是吧。男人的方式，妄想靠这个消解郁闷，管用吗？不管用。不过，我试图用这种方式，努力地去理解男人。男女之间的婚姻啊，激情过后，就是有一大堆平淡的烂日子过不完。少经历阴天下雨、电闪雷鸣，多看到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多积极的人生态度。照你这么说，
你就不该结婚啊？你和老兰不是都有过结婚证吗？为什么呀？就因为你还想舔着个脸，充满期待的去享受爱情和婚姻。只要你结了婚，你就得撸起袖子，该刷碗刷碗，该扫地扫地，把想要做的和不想做的事情做下去。这不是委屈，是必须。我们3个都是结过婚的人，从比例上讲，100%失败啊！没错，想要天伦之乐，真的要看运气，要看命。你们的日子过得不顺畅，就开始怀疑一切，这不是悲观，这是变态。你们是受了伤，可凭什么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欠你们的？凭什么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家庭都是乌烟瘴气、阴云密布，都是毫无希望、毫无前途呢？江小美，你一天到晚叨叨叨叨叨叨，天天在那儿高喊着不切实际的口号，有劲吗？虚伪，假正经。白志勇，你以为你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想得明白？哎，其实你就是个俗人而已，一个大俗人，心眼还小，受了委屈狂发牢骚，怨天尤人，把自己装成一个明白人，假装超脱，超脱了还天天当侦探，调查自己的前妻，可笑，可悲。我去，这事儿你们谁告诉他的？谁告诉他的？我打的小报告。哦，小欧，你这张嘴你……我知道，比棉裤的腰还松。你和白志勇的婚姻确实有点复杂。我现在的这点冷清孤单，和白志勇在一起的时候所受的那种折磨，根本算不上什么。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互相伤害，和单身一个人的冷清相比，哪种日子能更让你舒服自在，已经很清楚了。冷清的滋味比互相折磨的滋味要好受一些。你放心，以后我既不会让你孤单，也不会让你冷清。占了婚姻的便宜，再去攻击婚姻，这就好比你饿了，吃了一顿红烧肉，吃的时候啊赞不绝口，满嘴流油；吃撑了，吐了，你又反过来怪红烧肉太腻，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吗？这有什么可比性吗？我只是想用我们的亲身经历告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想得过于美好，那不叫单纯，那叫迂腐，那叫固执，那叫不开窍。你们老是拿这种事儿纠缠抱怨，我觉得特别没劲。也许你们就是那种把芝麻粒儿大小的委屈扩散成无限大的小心眼男人，自私、狭隘、怪异。高级啊，讨论人生哲理呢。谁啊？我在和朋友们聊天，能不打扰我们吗？不能，我就想打扰你。我们换个地方说话。不换，我就想坐在这儿。不把我介绍给你朋友啊？有话赶紧说。好，我今天就要拿到钱。我没钱，也不欠你钱。硬骨头。你干嘛？耍什么无赖啊？我生气了，不舒服。我也要让江小美不舒服。你再摔，你再摔，信不信我剁了你？你让他摔。小子，疯了，撒什么癔症啊？在我失控之前，赶紧从这儿滚出去！关你什么事儿啊？
裤子没扣紧，把你露出来了，啊？小子呀，你他妈找轮椅坐呢吗你？揍他！别动手！不能动手！别动手！去你的！去你的！别打了，别打了！好了，白静，你干嘛？你干嘛？白静，老白，没事，老白。杀人！啊，不行，阿文，打冰块，打冰块。我看看，没事。哎，那帮王八蛋呢？啊！他是我丈夫。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小美有没有结婚吗？她现在在婚姻内。悬案水落石出了。不过他们两个早就已经分居了。小美想离婚，她坚决不同意。已婚妇女逃离封建，包办婚姻。蓝天瑜总结女人用了4个字：折腾、商场。总结我这个丈夫也是4个字，就是吃喝嫖赌。他同意离婚，但要给他钱300万。什么名目呢？说出来我都替他脸红。他要青春损失费，不给不离，说要耗死我。我算是开了眼了。只听说过女的要青春损失费，他一个男的，他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人才啊！看来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这种无耻的烂人才。小欧，你骂我们自私狭隘，跟这哥们儿比，我们差远了吧？哼！对不住啊，小梅，不该当着你的面说你这个丈夫。没事儿，我没那么多钱，他就隔3差5的来闹一次，已经僵了1年多了。需要帮助吗？出钱还是出力，尽管说，别客气。你还敢到我这儿来啊？我找我老婆江小美。你怎么折磨我都行，但不要骚扰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底线。你是我老婆，我来看看你跟什么人混在一起，省得你被坏人占了便宜。看你跟什么人混在一起了吧？可以走了吧？这是你家呀？位置不错呀，啊？哎，你属于资产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啊？想泡我老婆，你有足够的资产吗？啊？闭上你的嘴，马上离开我家门口，否则我报警。报？我来找我老婆，你拿什么理由报警？没词儿了？傻样！小美，要不然就给我钱，要不然就尽你做妻子的义务，该陪吃喝陪吃喝，该陪睡觉陪睡觉。瞪个大眼珠子装傻呢？啊？装良家妇女？哎，我问你，这帮朋友们知道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吗？知道你的历史吗？要不要我帮你跟他们说一说？梁正廷，侦查完了吧？
话也说完了吧，赶紧滚蛋！哎呀，我小欧还那么调皮呀？啊，二兮兮的，一点都没变。我还是没反应过来，他怎么找到这儿的？谁告诉他这个据点的呢？没人告诉他。他除了吃喝嫖赌，还有个别的爱好，爱跟踪。他肯定是从参巴跟踪过来的。瞒不住了，小欧，告诉他们吧。既然你们是我的朋友，说出来吧，我们也许可以替你分担一下。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历史吗？我的历史很复杂。白志勇怀疑过我的刺青，你怀疑的对，那是我经历的一部分。我曾经用我妈妈的话来说，我曾经是个不良少女，进过监狱。我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原因是父母因性格问题离了婚。我痛恨父母，又在叛逆期，我想用辍学这种方式来报复他们。我开始和社会上的那些人混在一起，抽烟、酗酒、打架斗殴、穿洞刺青、不法生意，什么都做，一副女流氓的做派。多次被拘留。我当时那样折腾自己的理由，也是你们现在高喊的那2个字：自由。父亲打我，母亲劝我，都没用。我就这样混了6年，直到23岁。父亲得了绝症，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晚上，他跪在了我的面前。一个父亲跪在了女儿面前，他跪着对我说：“女儿啊，如果我和你妈离婚，伤害到你，你恨我，想报复我，你做到了。爸爸痛苦，爸爸难过了，你成功了。爸爸向你道歉，说对不起。可是孩子，你得学好，你不能就这样自己糟蹋自己。”父亲去世3个月以后，我当时的那个男朋友为了抢生意，被别人拿刀砍死了。我身边最熟悉、最重要的2个男人离开了，离我而去了。这不可能不触动到我。我突然觉得，我想要的那个自由，是那么的自私，那么的残酷。我妈把我从监狱接出来的那天，那是一个下午，在阳光的照射下，我清晰地看到了妈妈脸上的皱纹和2鬓的白发。她当时那个年纪，不应该有那么多皱纹，那么多白发。回
回到家，我跪在我爸的遗像前，当着我妈的面发誓，我要变好，我要变回他们希望的那个女儿。我用了整整2年时间，还好，当时那些人大部分都进了监狱，没有人纠缠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男人，我现在的丈夫，研究生毕业，文质彬彬，善解人意，知识渊博。他和我那些江湖上所有的朋友都不一样，我就觉得他就是我的爱情，他就是我的救命稻草，他就是我的天空。我嫁给了他。爱情就是瞎了眼，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是爱情。这句话就是说，结了婚，知道了小美的过去，这个梁正廷开始猜忌、不平衡，从而变态，开始折磨小美。在他文质彬彬的外表下，是一副自私自利的黑心肠，是一个无耻、无赖的混蛋。